我们也去地球第8大洲造访一下那的居民啊。那前面那里还有望天树种子，我给它摘下来。我们这个地方发现了望天树之后，国际上才认可我们中国有热带雨林。现在望天树种子很少了。我们望眼看过去，很多的望天树，感觉它没有什么濒危一样的，是吧？但是事实上，我们在西双版纳这边的这个望天树的它的种群还是很低的。啊，这还算少吗？树有的时候会给你感觉它是有着无限力量的。从热带、亚热带到寒温带，一棵树如何支撑起一个世界？人和树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如何认识一棵树，又应该如何与树相处？本节目由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的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走吧。雨林是一个非常深不可测、最无法琢磨透的，植物也好，动物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多的，那种多是超乎你想象的。哇！为什么说那是一个和上帝分手的地方？就是因为当年达尔文也是，到了亚马逊以后，当他看到在脚下的这1平米居然有这么多的物种，他实在是觉得上帝可能也创造不出这么多东西来。来到西双版纳，我们想要找到中国的热带或特别标志性的顶级树种，望天树。哎呀，老师好，欢迎到这来。你好，你好，你好。这是个秘境。是，我是版纳植物园生态站的卢华正，这个是我们版纳生态站的董金龙。对，他专门负责我们今天的驾驶。我们今天我们就不是平行的，我们垂直的搞。我们是不是要坐在这个笼子里啊？对对对。来。我并不知道啊，咱们这个亚洲的，因为我自己了解的很多，其实我们都是跟南美有关。其实按正常的，到了21度以上的这个地区，热带雨林是没法分布的。相应的，国际上不承认我们这边有热带雨林。直到我们这个地方发现了望天树，国际上才认可我们中国有热带雨林，它是一个标志物种。看着观光的望天树，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植物。带上望远镜，我们到林冠去体验一下，准备起飞了。我们这个就是通往终端性的秘境。哎呀，真棒，真漂亮，都是国宝。看树上就有附生兰花了。对，没错。雨林它有一种现象叫空中花园，就是在一个大树上会长了很多很多的附生植物。样地里边还是有10几种国家级保护植物的。这个真漂亮。现在有70米拉药。哇塞，上面风还挺大的。
看到在那些密闭凝灌层之上鹤立鸡群的这些都是望天树。哇，那里是好大的鸟，看没？洞那里。哦。林子深处走一些啊，就能看到那种鼯鼠啊，会飞的那种，它们叫飞鼠。各种望天树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不也是吗？这个，哇，这个能这么强阳光呢，在这里啊。它樟树一个最大的优势，它的阳光更好、更充足。大多数附生还是喜光的，包括附生的地衣、附生的苔藓。家里如果养的时候把它放在光弱的地方，其实好像是不对的。哎，它还是喜光的。太好了！阳光一来了就灿烂。对。那我家兰花种错位置了。我想象的，我以为的，它们因为附生在树干上面，所以呢，一定会被一些大树它顶冠的这些枝叶会有些遮挡。那现实完全不是这样。它对光要看来是很高很强的。对于兰科，基本上有个这样的假棱镜，或者说一个储水的这个器官，相当于它的一个小水库。是因为咱们这儿有旱季的问题是吗？有很明显的旱季，干季大概占到了半年，日照数也是差不多是热带的最低线，然后降水也是最低线。对，西双版纳位于北纬21度，而地球上同一纬度的其他地区几乎都是荒漠、草原和大海。所以长期以来，国际专家一直认为，北纬21度的西双版纳不可能有热带雨林。70年代，我老一辈的科学家，他们在我们这个地方发现了望天树之后，国际上才认可我们中国有热带雨林。当时就是一个林业科考的专项。你来帮我看看望天树标本放到哪里了？海南水是。哦，这个找到了。好，就这个了。也是我采的在里面。采集号是20005，望天树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这个标签了，是我和李彦辉同志1975年8月15号鉴定的。那时候您多大？那个时间30出头吧，30出头一点。热带雨林分布国际上它得到承认的话，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亚洲的热带雨林必须有标志性的这个植物。标志性植物是什么？龙脑香科，望天树就是龙脑香科里面的。热带雨林就是生物宝库啊。中国那个时间呢，需要种热带植物里面的橡胶，从穿胶鞋、女孩子扎头发的橡皮筋，到飞机、大炮。都要有轮子嘛，都要用橡胶嘛，没有橡胶怎么办？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封锁，那么你怎么办？我们当时合成橡胶也没有这个技术，合成不了。当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摸清中国热带植物资源的家底。几百人的队伍，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都集中到这里来了，考察了长达10年。当然我们调查的话也是有线索的，当地人已经好几次把种子送来了，但是我们这个东西看了，不知道什么东西啊。我们在1974年啊，我亲自带队嘛，带了7个人到勐拉的布崩、广拉里这一带，调查望天树。下着大雨，我们都穿着雨衣啊，人都进去的。我在雨林里面住了差不多10来天吧，一大片热带雨林都是这个树啊，主要就是这个树啊。发现了以后采了标本，当时我和我的一个同事叫李彦辉，我们2个一起来鉴定这个标本。我们很快的鉴定出来了，是属于龙脑香科的柳桉属。但是一了解，这个是个新种啊，这之前没有名字的。这个地方就是可以看见最早定的名就是这个了。最早定的 Parasauria 西双版纳ensis 裴胜基，当时用英文拼写的裴胜基李彦辉
species nova， 就是叫是新种。Parasauria 有柳暗这个树的，是有一个家畜的名字，没有这一个人的名字。傣族知道吗？只在寨子里面知道吗？老百姓知道，外面人并不知道，国际上并不知道，谁也不承认了。傣族人叫梅干砖，梅就是树，干砖就看着天的树，所以呢，我看着天的树嘛，就叫望天树嘛，是我给他取的。Parasauria chinensis， 望天树协作族名字也太长，只能叫个望协。一旦发表以后，不到1年吧，引起了研究望天树这个龙脑香科的热带雨林专家的高度注意。此人名字叫 Peter Ashton， 他是美国哈佛大学植物标本馆馆长。他看了我标本，亲自到了望天树那里做考察，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中国有望天树，你这个新种成立，而且呢，我们愿意说你们中国就是有热带雨林，确定了中国热带，就是发现过程就是这样了，好吧？我们看见你出生是我采的吧？哦，这就这个。哦，你看他写的字这个采集人，你看，李爱辉、裴胜基、肖培根，3个人采的。肖培根现在90岁了。90岁了。哎。哦，你几岁了？我85了。这个精神好得很啊。好，谢谢你啊，辛苦了啊，走。我过去是100%的时间都在用到搞研究，晚上周末别人去玩，我在搞研究。现在搞研究嘛，时间就少了，1/3的时间可以搞研究。现在1周1、3、5来嘛，这一辈子可能就命中注定要跟树结缘了。19岁的时候，翻历碧螺雪山，在碧螺雪山草地。之后我一不小心踩在一个软的上面，又看不见水，就把我沉下去了。左右都没人，我叫我们一个队友阿威阿威叫，大声叫。正好我陷下去的地方有一棵小樱桃树，野樱桃树。他说有办法了，我爬到树上去，我看看我牙一支下来，那个大枝条压下来，你能不能勾得住？你伸手上来看看，啊，好了，勾住了。数1、2、3，他跳到一个不会沉下去的地方，他一跳下去，我就借那个回弹那个力量，树枝就把我从沼泽地里面拔起来了，然后才脱险。说这棵小野樱桃树救了我的命，生死之交嘛，所以我这一辈子搞植物了，这一辈子交给植物了。所以望天树是能证明这属于热带雨林。属于热带雨林，它是一个标志物种。它对我们这里的雨林相当于统治者的地位。哦，那前面那里还有望天树种子，现在望天树种子很少了，看到吗？啊，就在我们正前方。哥，我给它摘下来。我们再靠近一下，现在有点风。太可爱了。慢一点，慢一点。每个龙脑香科的物种，它的翅膀不一样，这个像我们这个3大2小，望天树典型的。哦，它是一个规律啊。对，对，你只要一掉，它就会倒过来这么转。这样保护它，永远那个培根都是在上面的。对，你不会碰到它那个培根。太聪明了，太聪明了，给自己就弄了一个降落伞。对，水哥可以就在这个塔上放下去，看看它的那个能飞哪儿？飞的形态，飞的这个过程。太可爱了，这个。
这些种子它掉下来，基本上很难飞离母树太远。往往林下是非常阴暗的嘛，真正长成大树的机会又是非常小的，微乎其微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它就有一个策略，在幼苗阶段特别能耐阴，它就称为登苗。登在这个森林下面待个10多年，但是当有一个高的树倒掉了之后，它立即可以在那卧薪尝胆一样，是吧？啊。有意思。我觉得这个植物确实看着它好像不能说话、不能动，其实它真的非常有智慧的。对，只是我们不了解它，听不懂它的语言而已。对。我看这也有些树上面爬满了一些东西，董老师应该更了解啊，这天天在这里巡视，对吧？谁的那块的居民比较多一些，咱们可以去那边看一眼。其实这里附生植物还是挺多的，尤其兰花，我们过去看一下。它有一些它树枝还没死，兰花就爬满了，就已经爬满了。因为附生跟寄生不一样，它附生它对寄主它没有伤害。对的，我们现在看到的石头兰，然后美杜兰，差不多也就是我们这个样地比较优势的啊。这还有在开花的，开花的那个也是非常奇特的一种热带兰花，多花翠兰。你看它的花都是冲天开的，因为它是用雨滴来传粉的。它已经不依赖香味。哎，那个接着果儿那什么东西啊？那个斑狗藤，木质藤本特别丰富。望天树呢，它如此之高大，它的树荫呢，其实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遮阴蔽日，它也一样能够照顾到弱小。这棵植物是很聪明的，它是有大脑的。从人类社会去想，那么望天树呢，就像一个高高的一个写字楼，这个写字楼上有很多的这个办公室，大家都可以在这里面办公。它的存在就是一个小型的一个生态圈的存在。一个1公顷的望天树雨林，蕨类加藤本将近70个，有217个乔木树种，然后再加上底下一些草本植物，一个1公顷有几百种，这到了温带森林那些无法想象的。原来的传统的一个结论认为，就陆地生态系统里面有1000多万种物种，我们林冠的生物多样性就可以物种数就达到3000万种。所以相应的，再把林冠称为地球第8大洲。我们这个塔，它整个高度是87米，然后廊子能上到最高位置是81米嘛，那下来5米左右，差不多我们现在75米左右。这种塔主要的作用就是对于林冠生态学的一个研究。那您说您要天天开这个，晚上做梦是不是都梦见在空中散步？习惯了还好，就是一开始啊是会有像晕车一样的感觉的，天天上班。那小红绳都是您记的吗？对，我们科研人员做实验的时候做的一些标记。记的就是要利用这个篮子。其实少数地方不能到达的话，我们就用那种像蜘蛛人一样的绳子挂着，然后把人吊下去。金龙他就是做这个研究，他对这一片林子可以说真正的了如指掌。我觉得我会对很多东西感兴趣。但是呢，你要说让我去做科研，我肯定做不好，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说让我在一个点上就一直这么深耕下去。他们在每一个垂类下，就像挖井一样，他们可以打得很深很深。他们做的很多事情都不是短期内很快就能见效的啊，他们是需要长期的去观察、去提取，然后找寻。其实，在当下。能够沉下心来做研究是很不容易的。我
到版纳植物园是12年，从开始样房调查、修路，然后做基础，查立起来，全程参与。我从大学开始到我工作1年多的时间，我都是在青藏高原，没有来过热带。我来到热带，直接就懵了，很多物种我都不认识，包括望天树。我抬头一看，满眼都是绿色的。林冠上面物种的复杂程度，给我是非常震撼的。轻一点，我们需要了解的东西还非常非常多。因为做长期的雨林动态监测嘛，就是我见到各种我不认识的苗，我就拍照。现在我硬盘里都几百 G 的那个照片。给你们看一下望天树比较震撼的照片啊！这个果器，你看这些都幼果。这个是落在下边的倒模上，其实它先长出来那个不是芽，这根根，特别可爱。这一只就是趴在星蕨上睡觉的树啊。这个是在望天树叶片上的，它还没有一片叶子大。对，你看它也在睡觉，跟望天树的叶子又融为一体了。这就是望天树的花，很少能看到这个花啊。望天树的花它也是特别容易落的。如果一旦遇到那个望天树开花结果大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整片森林都是香的。感觉就是满脑子的甜蜜了。在接近林冠的过程中，你就能听到各种蜂蝶的声音，嗡嗡嗡的响。我能看到一片以前从来没见过的天地，一直做下去也会觉得有很多事情可以让我们有惊喜。这些种子是好多年积累过来的，200多个，将近10年的时间。现在我是整个西双版纳生态站在站上的职工时间最长的一个。整个大洋地这片的监测工作，现在就我一个人在做嘛。长期在这里，2个月回家一次。你要说每天重复这样的工作，还是会有枯燥，是吧？但是你一回想过来，你对这个林子，你去了那么多次，你了解吗？你不了解。你对望天树你了解吗？你也不了解。它为什么能长那么高？它为什么不能快速的扩张？这些我们都不了解。基于你的不了解，那你就觉得你做这个事情还有意义。对大自然的了解，可能会需要很多人的一辈子。肯定我10年以内的规划，差不多都是在这片林子里。对，我希望我能搞清楚。我们到这个空中走廊体验一下。好。我应该拍一个走这个的视频，拍着拍着自己蹲下了，严谨折返，没有后悔路。哇，还挺晃啊！这就是以前你们的科研研究的用的是吗？对，空中走廊算是在中国开展这个林冠生态学的最早的一个科研设施一样嘛。在这种高度上就很有那种治愈感，是吧？没有什么烦恼了啊！哇，这好漂亮啊！那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点，那也是一棵望天树。对。我们植物园从3个地方采集来了很多的样品，竟然发觉它啥都一样，所有的基因密码完全是一样的，类似一个克隆出来的，都是一个妈生的。对。我们望眼看过去，很多的望天树，感觉它没有什么濒危一样的，是吧？但是事实上，我们在西双版纳这边的这个望天树的它的种群还是很低的，
啊，这还算少吗？对于一个这个大的种群，我们有时候不能单独的看它的个体数，它如果遗传多样性不够的时候，受环境变化不能适应的时候，全军覆没。而且有眼前这么多望天树，你可以把它当成一棵。对。通过我们的调查，望天树在我们这里分布非常的狭域，而且它的分布区非常破碎化。按照它的海拔和水质条件来说，应该是面积是比这现在大得多的。为什么望天树它都在这些沟沟里，只在这些沟沟里分布？肯定跟一些历史原因的那个人为活动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望天树它是这个群落的一个建群种，控制了整个群落的环境。一旦这个建群种崩溃了，可能整个雨林，它的恢复就很难朝着雨林的恢复的这种演替方向去发展了。那现在我们有这么好的就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和这种投入，那我们肯定要想办法，就是说怎么做这个雨林，把这个雨林保护得更好，让更多的物种得到恢复。为了解决生态安全与全国木材供需之间的矛盾，缓解珍稀树种及一般大径级用材林结构性短缺，2012年，我国启动了国家储备林建设工程。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树种它都不是单一存在的，它都会有很多共生的关系，永远都是各有其美，美美与共。如果说我们用一个单一的一个价值体系去判定它的话，并且融入我们人的思维的话，在实施这一刻，你可能看到了一种秩序的美，对于大自然也许就是灭顶之灾。虽然雨林有一个自我恢复的过程，它所付出的代价都是时间，我们的时间又有多少？这一次去寻找望天树的种子嘛，您对做这件事情有兴趣吗？望天树的种子啊，望天树种子没什么兴趣，看不到也没关系。太可爱了慢一点，慢一点。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啊，有意思。好像看到你还采摘了一些种子。对，我采摘到了望天树的种子，就很幸运啊。雷老师，我们能去您办公室再拍点通信吗？就是您那么多书啊，然后标本啊。你已经赔够了，不要再赔了。好了，可以了，我讲的不能再讲太多了。好了，行了。但是4点半快到了，你得走了。好了，你就赔不了了。锁门这镜头就别赔了吧。新闻都没这么赶。